在中古屋市场里头，一个优点大概加1分、2分，顶多到加3分，但是一个缺点，它就给你扣5分，它的比例权重大概是这样。这个就是中古屋的缺点相较于优点它破坏力其实是更强的。所以说看一些中古屋我们就列一个表格左边写优点右边写缺点，反正优点你想到你就写你去看现场你就写就加2分，加2分这样，然后缺点一个人就来扣5分这样计算完之后，这个分数如果是负的 ，OK， 那就表示这个房子未来这样要卖很久很久，你会很难脱手。那计算完如果分数是正的那这个房子未来就很好脱手。那如果正很多的话，就是有机会去挑战你该区该社区的实价登录最高价。那这个就是中古屋的缺点跟优点，它的价值是不对称的你有听过哪些买房的抗性吗？是不能碰的吗？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在上一支影片聊了买房出租，自己在租屋，这个是个好生意吗？如果你还没看的话，可以看一下。今天我跟你讨论买房要注意哪些抗性那首先我们先讲什么叫做抗性。抗性简单的说就是抵抗力就是一种我先看别间的想法那为什么叫做抗性？就是因为这个是因人而异的。例如我们之前讲过，对一般人来说，医院是嫌恶设施那这个就是对一般人来说就是抗性。但是对老人来说，住在医院附近很好那他就对医院怎样没有抗性。也就是说，你的抗性不一定是别人的抗性就对了这听起来有点绕，但就你不喜欢的东西，人家不一定也不喜欢那当然也有一些抗性是公认大家就是都不喜欢的，例如屋龄屋龄越高，抗性就越高。今天你买房子一定是希望屋况怎样越新越好，屋龄越低越好所以屋龄这种抗性就是属于大家都有的。所以你要知道抗性有哪几种一般来说可以分成2种那第一种是外在的抗性，那就是外在条件带来的影响。例如说这间房子就在高速公路旁边那对于无法接受这个噪音的人就觉得很可怕那或是附近很多公庙那公庙的问题是什么？公庙首先是会有很多的8+9出入那你可能在路上都要低着头那回家很晚的话，你也会怕那再来是烧金纸还有吵闹要关窗户等等的问题。反正就是跟房子它本体是没有关系那都是外面的事情这就属于外在抗性。而内在抗性就是说这间房子本身的状况，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屋龄就是一个内在抗性不然就是像房子的坐向那它的整体格局这2个抗性我会说内在抗性是比较重要因为内在抗性基本上都是属于难以变动的难以变动的，就是你花钱也几乎没办法改的那像我们刚刚讲的公庙它还有可能会搬走被取缔之类有没的那高速公路旁边呢，你还可以用气密窗什么那去稍微调整一下改善一下可是这个内在的抗性基本上就是没办法去改。比方说它在4楼，那你要怎么改？把它改成变3楼变5楼嘛好，所以你要知道最大的抗性叫做不够便宜不够便宜。对，只要这些物件愿意便宜卖，其实什么问题都是迎刃而解那像我们之前有拍过凶宅这抗性够强了吧？超强了吧？但如果说这个凶宅今天5折卖你我跟你说，它连夜就会被人家扫掉就这样连你隔天早上白天想要去看，想到白天比较阳气比较重想要去看都来不及就是直接会被人家端走。所以我们今天在讲抗性还是要有一个观念，就是如果你想要买到一个便宜的房子，它一定存在抗性问题一定存在。因为现在市场的转手速度真的是快，而且市场的气氛就是这样子嘛，不太可能天上掉下来一个物美价廉的物件然后在那边等你，然后其他人都瞎了，其他人都没看到这样现在市场那么热，对不对？我会建议你平常要多看房子，也是这种原因
就会有那种比较不熟悉市况的老屋主突然丢出来卖哦，那你看一看你就知道，这个屋主可能没那么懂哦，懂这个行情哦，开这个价格，那个清清楚楚啊，那你有去看到这种东西你就知道哦。那屋主啊，他们都会开奇怪的价格，他们不会在那边跟你算说一瓶我总共开到什么19.3什么的，不会，他们都是一个整数要卖，反正你去看久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我们平常多看房子哦，那像我们在置产房地产哦，如果看到一件是低于市价的房子，那马上约看是一定的，但我们会先了解说，那为什么它特别的便宜？它一定有原因哦。那这个原因是什么？去看的时候就是看这个原因哦。才会决定要不要买。但如果你平常没有在了解市场的话，你就不会有这个警觉心了哦，很容易就会买到一个便宜但其实抗性非常多的房子。那这个也没有别的解法，反正你就是多看房子这样哦。那培养你对市场的敏感度。好了，我们整理一下，今天我们讲买房要注意哪些抗性，外部抗性、内部抗性。那先讲了什么叫抗性？抗性简单来说就是人家会抵抗的那个想法，就是一种我算，我先看别间的想法。那抗性分两种，外在外部的抗性跟它本体内部的抗性。外部的抗性呢，是很多外在条件带来的影响，例如附近就有很多宫庙嘛，或是房子就在高速公路旁边。那内在抗性的话是房子本体的状况屋龄啊、楼层啊、房子本身的格局。那内在抗性这是会比外在抗性还要更影响更难卖因为它很难变动，你花钱你也改不好的。比方说你配到的是机械车位下层，你是怎样？你要花钱怎么把那个下层它改成上层？不太可能啊。最大的抗性就是它不够便宜，所以缺点都被放大今天呢，只要有一个物件超级便宜那个抗性都看起来蛮可爱的，可接受就这样所以我们其实讲抗性，真的是在讲一个观念那你想要买到便宜的房子，那你就要预设它一定是有抗性的问题不然其他人都瞎了嘛所以你想要买到这种房子便宜房子，你就是平常多看你就了解这个市场现在什么行情，大概是涨多少钱这样那到时候有一个东西抛出来，它确实便宜，然后你去看，这没什么刚性，好，那就是屋主对市场没那么了解那此时就是捡便宜的机会真的是这样最后我想问你哪一种抗性是你完全无法接受的？无法接受，欢迎底下留言跟我分享我也想了解说，今天大家看这个房子会看什么抗性？很多嘛，我先讲楼层那2、3、4楼，尤其是4楼4楼的话有那个宗教的问题然后朝向然后格局有什么手枪房、鸡腿房，对不对？然后机械车位下层还有什么抗性是不得了抗性？应该还好吧，差不多就这些吧。那你有想到什么的话，欢迎底下留言那我也来看一看。如果你想要知道哪些房子能买，哪些房子不能买记得订阅加按赞或是加入我的付费频道会员我以后会分享更多给你。讲八卦有一个观众的留言是有点醒我之前的别支影片我去做了功课。我发现在大多数的情况之下那个中古屋它是属于负面表述负面表述对啊，那个如果你有在看这支影片的话，我先向你道谢因为这个是让我学到一个我以前就不太在意的一种思考蛮有趣的。好，负面表述，我一讲负面表述如果是你讲你就知道了好就是说正常的中古屋拼的是谁？不是优点多，拼的是谁缺点少缺点少不是拼优点多，是拼谁缺点少。好，我举个例子我上次去高雄吃那个新兴园火锅新兴园这个高雄在地应该都知道就那个汕头火锅蛮有名的它的那个火锅料里面有生的栗子可以选就一小盘，然后生的栗子那你可以一起倒进去煮这样这个真好吃啊！这个火锅料理我也是第一次吃到煮栗子煮完之后绵绵松松真的很好吃我讲这个干嘛？好，我们回来就是比方说有一间中古屋它怎样？它采光好，它有景观，它没漏水，好没壁癌都很 OK 好。可是它旁边是大电塔，
大殿堂。好，这个中古屋不用拆了，就是很难卖啊。这就是中古屋的负面表述哦，负面表述。在中古屋市场里头，一个优点哦，大概加1分、2分，顶多到加3分。但是一个缺点，它就给你扣5分。好，它的比例权重大概是这样。这个就是中古屋的缺点哦，相较于优点哦，它破坏力其实是更强的。所以说看一些中古屋啊，我们就列一个表格哈，左边写优点哈，右边写缺点，反正优点你想到你就写啊，哦，你去看现场你就写啊，就加2分，加2分这样，然后缺点一个人就来扣5分这样哦。计算完之后，这个分数如果是负的 ，OK， 那就表示这个房子未来这样要卖很久很久，你会很难脱手。那计算完哈，如果分数是正的，哦，那这个房子未来就很好脱手。那如果正很多的话，就是有机会去挑战你该区哦、该社区的实价登录最高价。好，那这个就是中古屋的缺点跟优点，它的价值是不对称的哦。优点加一点点分数啊，缺点直接暴扣分数这样哦。那当然啦，还有一点哦，就是如果它的价格这样低于行情，哦，直接加20分哦。你看哦，优点加2分、3分哦，然后缺点直接扣5分。可是啊，如果它的价格低于行情，你可以直接加20分，没有问题。为什么？因为价格的权重还是最高的。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哈，来玩玩看。你就把你现在在住的房子啊，哦，你就列一个优缺点的 T 字账出来哦，左边右边这样，然后你就来算算看，说，这个分数是多少钱？很有趣哦。哦，我刚刚算完我手上的一间房子，几乎啦都是正10分以上哦，但有一间他妈确实是负的哦。很早的时候，我那时候很菜，很早的时候买的，哦那时候就比较不懂嘛，所以我就挑就不是很理想哦。那果然哦，那间房的实价登录哦，就确实爬得很慢哦，这真的很注意哦。你可以来算算看你的房子未来好不好脱手，能不能卖高价哦，就是优缺点 T 字这样。中古屋啊，你列出来你就知道，你中古屋啊，它在缺点都会被人家放大哦，影响力哈，缺点的破坏力是强的哦。那这样你下次看房子你就知道哦，你应该要更关注缺点，而不是说它优点有几个哦。然后我的心得是哦，如果一间房子啊，它超过3个大缺点，但它没有特别便宜哦，那基本上未来就是会很难卖哦。就这样给你参考看看，这参考好玩的哦，你不要因为这样子没买，然后日后来怪说，这实价之后还是往上爬，那个买房人都乱讲，这只是一个参考方式而已哦。那就是要很明显的，不然你现在去看房子，中介一定跟你讲说这个房子哪里好，怎样，他讲好的，对。然后缺点的话1-2句就带过，没有，其实破坏力上缺点破坏力都是大于优点的。那你透过自己会这种练习你把你自己住的嘛朋友住的嘛就把它列出来优缺点 T 字上，你就知道其实那个换算起来那个缺点的话，确实要注意，因为它会扣完很多分数那扣完还是正的，那就 OK。正的，比方说什么厕所有没有开窗，好加2分就之类的你觉得是优点，缺点你自己去抓，什么+1、+2、+3，但是缺点只要你有列，直接扣5。你这样看你的这间房子它分数未来表现如何那我自己的经验我都告诉你就是会有那种扣完分数都是负的，然后就很难卖然后大家都跑得很快就那个社区实价登录还慢慢爬这样跟你分享。影片看完了我是买房阿元我跟你讲买到会增值的好房子这件事情的难度绝对不亚于你去追女朋友。你看再多的浪漫爱情电影、偶像剧，听再多的两性专家分析，都绝对比不上你直接去追看女生反正不是得到就是学到。那买会增值的好房子这件事情也一样，你听我在这边讲这个房子不能买那个房子适合自住这个房子可以，这个投报不错。就算你再听了100集，你手上也不会凭空变出一间房子所以你最快的方式就是直接下场去看房子你先看再说那你才会知道哪一种房子适合你长期资产，买下来你不会怕。为什么我会说买房子跟追女生很像你看你身边有没有这种人在交往之前东挑西挑，条件超级之高，对另一半的要求超级之多男的他就要另一半怎样，肤白貌美大长腿，女的就要男生怎么样，温柔多金8块腹肌。那最后你去看这个要求最多的
同学他的对象是不是跟他当初设定的其实差别蛮远的。买房子也是啊，很多新手在买房子的时候也都一堆幻想什么坪数要大，总价要低，景观要好，屋龄要轻。那这种稳赚不赔顶级物件其实根本不会轮到你跟我来买。那所以只有你真的下场了你真的开始去看房子，你才会感受到市场的温度，你才会知道说哪一种房子是你可以买，而且你愿意买那你买了以后你不会怕的。那我们的第一步就是要去找到一位信任的房仲，就带你去看，帮你完成买房子交易。这个房仲的角色其实真的很像媒婆。例如今天你要找另一半就算你不知道哪边可以找对象，你还是可以玩交友软体但是房子它不会主动跟你聊天。59以上房子那么多间，你24小时在那边刷你也刷不完。那最有效率 CP 值最高的方式就是你把你的需求、资产需求你告诉你信任的房仲，那他来帮你媒合房子。像我买高雄的房子也都是配合这个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我配合超久了，超过10年，我没骗你。那人家就是在地经营嘛，就是专业啊。那我跟他要房子他也都会先过滤适合自产的，他才会po给我，也不会强迫推销那你只要考虑这个房子你能不能接受这样就好了非常的 OK。我是相当信任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那我高雄的买卖都是委托他们，我自己有买卖过那我才推荐给你的，而且买卖超过10年那我高雄的买卖都是委托他们我不骗你。在高雄不止台积电各项重大建设也都在盖。如果你要自产高雄，我就推荐你找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因为我跟店长配合非常久了，非常的尽心负责，也有长期合作的装潢、整理、出租反正自产高雄，你有房子要买或是要卖我就推荐你找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现在就加他们的买房阿元专用 LINE 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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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老鼠5个 go 那马上你就可以看到他会 po 给你那个适合自产的房子。但是我知道台北人怎么样？天龙人很多，我的观众还是中型台北，那你就加另一个 LINE 小老鼠 buy 台北，小老鼠买台北，小老鼠 BUYTAIPEI 就买台北的意思。这位我以前不敢 po 出来那这位是我台北市房地产的前辈导师，非常厉害的等级他店在信义区他平常主要都是服务台北市超高资产的客户台北市的房地产跟重大建设我有不懂我也是问他，所以不管你要自产台北、新北或者你房子要给他们卖也都可以啦。那不过我要提醒一下既然你都敢去看台北市了，那你的实力就要够你不要没多少钱，你说你要自产台北就去闹我前辈那边你实力就要够不要没多少预算那边跑去闹这样我真的会被他骂。那我台北、高雄的口袋名单我都推荐给你了那自产台北你就加 LINE。我再说一次高雄的 LINE 是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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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个 go那台北的 LINE 是小老鼠 buy 台北小老鼠买台北。最后记得好房不好不要炒房，长期自产出租，配合政府的社会住宅政策，做个好房东，合法缴税。额外提醒，欢迎加入我买房阿元的付费频道会员，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OK。